然后如果皮肤变得很滑很嫩，就是女生。我的什么？你的好像没有什么变欸。你的意思是本来怎么样，然后没有变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hema，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土耳其跟台湾有哪一些知道宝宝性别的传统方法。其实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宝宝的性别是男生了，还没看我们性别派对影片的人也可以去看看，那时候真的很好玩，然后很好笑。但是今天就是一些传统方式，看有没有准。那在土耳其，你们会用哪些传统的方式知道宝宝的性别？我们有几种方式知道宝宝的性别。我们先会看孕妇的肚子的样子，是尖的还是圆的？这个跟台湾的也一样啊。那如果是尖的话，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如果是尖的话是男生，圆的话是女生。啊，那就跟台湾的一样。台湾也是，如果孕妇的肚子是尖的话，就是男生；圆的话就是女生。我的是尖的。对，其实穿衣服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还是很多人看到我，像我们去医院产检什么，他们说是男生嘛，然后是看得出来，他说尖的啊。肚子高高的话是女生，比较低的话是男生。那台湾有这个吗？好像也有，肚子比较往下的就是男生，比较往上的是女生，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啊。到现在都是一样的。如果是孕妇想要吃的是甜的，是女生；如果想要吃酸跟咸的话，是男生。在台湾的话，如果孕妇喜欢吃酸的，就是男生；喜欢吃辣的，就是女生。没有甜的，没有哦。我们是酸跟辣。这段时间没有特别想要吃甜的，还是酸的，或是辣的，我们都没有。我本来就喜欢吃甜的，还是喜欢吃，所以这个应该不太准。应该不太准。我的姐姐怀孕的时候，她忽然很想要吃凤梨，一整颗凤梨吃了，她本来应该没办法吃光那么多凤梨吧，所以她的是准啊。你看，有些人的准，有些人的不准。那应该是看个人。在土耳其，如果孕妇的皮肤变漂亮，就是男生；如果是长痘痘，就是女生，或是一些雀斑，就是女生。这样子，台湾的好像跟土耳其的是相反的。台湾的是，如果皮肤变比较不好，或者长很多青春痘的话，就是男生。然后如果皮肤变得很滑很嫩，就是女生。我的什么？你的好像没有什么变欸。你的意思是本来怎么样，然后没有变？本来也是好啊，但是好像怀孕也没有特别变。但是我发现我好像怀孕的时候，有时候我的皮肤比较亮。是吗？是。记得你刚怀孕的时候，你好像比较长很多痘痘嘞。是吗？对啊。所以土耳其的不准。我还以为我的皮肤变好。如果宝宝的心跳是143，是女生；140下是男生。这样子，台湾跟土耳其的也一样，只是我们的心跳的那个次数是150以上是女生，150以下是男生。所以就是女生的心跳是比较快。对，那都一样的。如果孕妇的脚的温度是冷的，是男生；热的是女生。但是这个，但是你的都是热的啊。是吗？是啊。关键我的脚都是冷的，是热的吗？是热的啊，而且你的手也很热，每次碰到我都觉得很热哎。真的？真的啊。哦。但台湾没有这样子的。那除了这些方式以外，还有更传统的方式。是什么？我姐姐走到厨房，然后她婆婆偷偷跟着她在后面，然后从她的头上撒一些盐巴。那时候我姐姐都不知道婆婆在她后面，然后撒盐巴。撒了盐巴之后，我姐姐摸她的鼻子，就好像你觉得痒的时候不是会这样摸吗？对。她那时候忽然这样子做，然后代表她的是男生。那女生呢？如果是女生呢？如果是女生的话，撒盐巴之后会摸嘴巴。男生是摸鼻子。对，就这样子，好像你觉得痒的那种样子。
然后女生是摸嘴巴。对。但这里没有差很多嘞，万一她的手比较大，那没有，怎么知道是哪里？但就那时候她就是很清楚的这样子。那时候她婆婆一看啊，她摸了她的鼻子啊，就是男生。这个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方式。你们不会撒什么东西？不会。在台湾我们有一个传统的方法，就是在针上面，然后绑一条那个线。然后在你的手腕上，如果它是前后这样晃的话，就是男生；如果它是这样晃的话，就是女生。那时候我们刚知道我们宝宝性别的时候，我们回去阿嬷家，然后阿嬷就说她以前用我刚刚说的方式，知道她是生男的还是女的。她那时候还一直说她的是比较准啊。然后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阿嬷家用那个方法测，但是也真的很神奇。我们那时候测3个，第一个就是往前后的，就真的是男生了。然后第2胎我们也已经知道了，女生，因为那时候是画圆圈。然后结果我们就想说，会不会有第3胎？然后再用真的有第3个，又是男生。那时候阿嬷就说，要不要再测一下，看有没有第4个？然后结果测的时候，都不会动，所以我们就只有3个小孩。还好，吓到了。但是那时候就要很注意，就你的手不能抖，然后也不能有风，对，不然就很容易抖，然后就不准。对。但是我们的是怎么会那么准呢？我们去办那个性别派对，为什么？就是小孩子那个啊，我们知道那性别。你问我就好了啊。那你猜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应该是女生。你猜女生啊？医生有写下来。你袂准啦，你爱准哦，我跟你讲。不会知道男生女生？真的？看看准不准啊？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是。我算的比较准，看以后生出来谁比较准。医生就已经有看到了啊。可能以前是这样的。看到了是男还是女？男生啊。看谁比较准。我现在算就知道了。你这一手你放这样呢，他自己会跑。男生就是这样，都没猜错，那都是男生呐。不是他还在找，这个最准了。你看。那男生哦。这个圆圆的。那个是第2胎哦，第1胎确定是男。一直圆圆的。后来也有用在妈妈身上，也都没有动。最好。最好。有就奇怪了。这个真的很准了。其实土耳其也有这个，我们会把戒指绑在一条线上，然后跟台湾差不多，应该是一样的。我们的测的方式是，我们会把那个线悬空在妈妈的肚子上。如果转1圈的话是女生，如果是男生的话左右。那我们现在来测一下，看准不准。那我们试试看。看看会1圈还是左右？所以这是左右吗？这个是对啊，这个就是左右。真的啊？左右。这真的很神奇，真的是左右，我手都没有动，都没有风呢。很大力嘞，真的是男生。这个真的准呢，刚刚一直往左右。虽然一开始他还没有，可能他那时候还在长，然后结果后来动很大力耶。对，这个很累的。直接去照超音波就好了，不要用这个方法。这样还有什么方法吗？就这些啊。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宝宝性别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是女生，所以我感觉是女生，但是结果不是。我们一直到你怀孕的时候，
我那时候就是有感觉，就是男生，我从来都没有改过。男生女生没关系，只要健康就好了。对哦，他在动。所以我们宝宝的预产期快到了，看看他看起来像谁。真的很好奇，到底会长得像谁？之后我们也会发一些关于我们宝宝的影片啊，想要看更多我们影片的人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今天就会聊到一些台湾跟土耳其的这道宝宝性别的传统方式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个影片，请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还有也可以在其他平台可以关注我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